大集片的南侧紧邻南横东街，南横街已有1000多年历史，曾是辽南京和金中都的主要街道，是北京南城最长的老街。清代称为横街。1999年菜市口大街建成后，将南横街从中间断开，分别称为南横东街和南横西街。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南横东街历史上文物古迹很多，其中最著名的是清代的会同四艺馆，其前身是明代建成的华严庵。会同四艺馆是朝廷专门翻译边疆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，编纂了多部华夷异语词书，同时用于接待来华使者，并负责安排其在华的伙食住宿等问题，曾接待过琉球、安南等国使臣。拆迁前，里面正殿建筑主体保存完好，5殿顶分别由黄绿2色琉璃瓦铺顶，并有黑绿琉璃剪边。据专家考证，馆内曾保留着一扇木质屏风，上面的雕刻为日式风格，可能是琉球共使住在这里时留下的古迹。南横东街上还曾有过江南城隍庙、东岳天齐庙、三官庙、圆通观、开正会馆、全哲会馆、湘阴会馆、元氏三里故居等建筑。这些历史建筑在2008年都被无情地拆成碎砖烂瓦。南横东街路南有一家小长陈，是北京的一家100年老字号，主要经营炉煮火烧，创建于清光绪年间，创始人是京东三河县人陈兆恩。最初的小长陈只是一个流动的小吃摊，当时北京的南城多是平民百姓聚居之地，所以小长陈主要在南城流动。之后因为公私合营，第3代传人陈玉田调到南横街的烟心饭馆，专做卤煮火烧。1989年，在迎新街南口南横街路南的一栋陈旧的老式2层小楼下边，陈家在南横街中段打出小长陈的招牌，重开老店，挂匾额陈记卤煮小肠，一时门庭若市。2011年因南横街拓宽，老店拆除，改造完成后，小长陈又迁回南横街，迁回的地址在原址附近。小长陈的东侧是朱朝街，北起南横东街，西至菜市口大街，原称朱朝街。朝1965年改为朝。现在朱朝街东侧房子尚存，而西侧除了5号中山会馆，其他都已被拆掉。历史上此街有扬州、云南、中山、成都诸会馆。中山会馆原称香山会馆，初建于清嘉庆年间。光绪5年，广东香山县乡有扩修香山会馆，购得附近部分房屋和空地。光绪21年，在朝鲜任职的广东香山籍官员唐绍仪回京寓居此处，并筹资扩建香山会馆。3年之后建成，分前、中、后3座庭院，院内东半部为住房，西半部是花园，正对着大门的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是花厅，花厅4面街窗，厅内会有苏式彩画。会馆内建有戏台、花园、假山、回廊等建筑。1912年夏，孙中山第2次来北京时，曾在会馆花厅会客。孙中山去世后，广东香山县改为中山县，香山会馆因此更名为中山会馆。中山会馆对面的朱朝街4号是云南新馆。云南会馆曾设于教场头条，后来在这里又设立了云南新馆。据说这处新馆是旧时几处云南省馆中占地最大、知名度最高的。当年此处会馆接纳了大批云南旅京同乡会成员，成为维新派的重要活动场所。在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影响下，滇籍人士在此发起成立滇学会，并参加了各省维新派的统一组织保国会。朱朝街南部东侧与红土店胡同相交，因此地由出售粉刷庙宇宫墙所用的红土店铺而得名。胡同内原有扬州会馆，
也称扬州一园，以红砖平房为主，没有传统四合院，是旧时贫民居住的胡同。竹巢街南部西侧则是如府里，清称大朱营，光绪顺天府志称东朱营。民国后改称东朱营，当时居民稀少。民国初期，王习儒在此地建如府里。王习儒曾掩护过董必武，董必武赠书如府里，刻在向西端门洞之上。1965年定名如府里。京城唯一的一座过街楼，如府里过街楼，也叫观音院过街楼。观音院分为东西两院，均建在土阜之上。为解决两院连通问题，特在两院中间建一过街楼，起到类似今日过街天桥的作用。这过街楼分为2层，上为连廊，沟通着胡同两侧的东西观音院，下为拱形门洞，南北方向胡同可通行。门洞北侧上专刻金绳，南侧专刻案诀，均为清道光10年所刻。1998年，西侧及观音院过街楼因修建菜市口大街全部拆除，仅存东侧过街楼阵亡，殊为可惜。现在则已经完全是一片小区，只有街东连成排的国槐树是旧日遗存。南塘子胡同和我们前面介绍过的北塘子胡同相对应，清中期称塘子胡同。一侧全是住宅楼，20世纪80年代建筑风格，现在已显老旧。一侧还是平房，皆红砖建造。蔡家楼胡同，清之前为空地，清末有一蔡姓官员在此建房，后不断增房，遂成胡同，出名蔡家胡同。后蔡家又加盖小楼，改称蔡家楼。新建里在1949年前无此巷名，两侧原均为蔡地，也有坟墓。1949年后陆续在此建房建楼成巷，定名新建里。向东经过一片老居民区，是黑窑厂街，两侧都是以前老式楼房，其北侧连接粉房琉璃街。早在金元时期，这里就有窑厂。明永乐年间为修皇宫，城池曾设5大厂，归工部管辖，其中之一的黑窑厂就设在现在的陶然亭公园内，烧制砖瓦。清初窑厂尚存，但转为民办，工部派人监督。后窑厂逐渐废弛，窑厂附近演化为街巷，称黑窑厂。这里因烧窑取土，形成许多窑坑和高土坡，这样就有了南下洼子和窑台的称呼。也因为曾有88间低矮简陋的小平房，俗称88间房，1965年改成今名。三圣庵就坐落在黑窑厂街中段路东，这座庙宇始建于1000多年前的宋仁宗时期，也就是辽代的南京城时就有了，是供奉西方三圣的尼姑庵，故名三圣庵。三圣庵依然保持着1000年来的基本格局，现在的风貌是民国初年大修时的样子，为尊重1000年来全木榫结构而始终不用铁钉。现在元宝形状的琉璃瓦，还有飞檐上的五脊六兽，都是民国初年笃信佛教的大总统梨园红捐的。几百年来，三圣庵香火极盛，每到进香的日子，便是人潮如织。其中一个原因是不少人来此意在后院的老槐树。这株老树至今已有430余岁，而种下它的人是有史记载三圣庵出家前身份最高的一位师太。明万历年间，承阳公主因为不能和一位自己芳心暗许的青年才君成婚而忧郁成疾，后来在三圣庵出家，手植此树。相传后人有求姻缘者，取红绳系于此树树枝之上，诚心默念爱人之名，莫不灵验。久而久之，落下了天好姻缘、三圣护佑之名，远道来此求姻缘者络绎不绝。这里因此有了燕京八景外一景的三圣庵李荫树，这株姻缘树至今仍建在于后院南侧。三圣庙北侧有一门，门楣上写着京都都城黄威灵公庙。
此城隍庙正是原来南横东街东口的江南城隍庙。2002年，南横东街微改，将江南城隍庙拆除，迁建于此。说是迁建，其实是新修的复制品。